個動作早已預告，再也活不出變數。明明就有一個命途沒法逃，與你沒法天老地老，當我自己的劫數。拍過合照想要尋回尋不到，怎去逆轉這結果？黑暗之中發現自己一個沉重的擁抱過，重逢竟不像認識我。發現每一張臉似靈光一現，明明維持着都可斷線，失去是愛的宣言，連線索都不見，你逐漸地走遠，注定來生相見，我就當聽見，跌跌碰碰拾到自己的碎片，來去總是緣。那些保安说，10点钟杂货铺关门的时候，他们巡逻到门口，听见里面有惨叫声，于是就冲进去，发现女死者躺在那里，插着一把刀，一对男女发呆地看着那个死者。男的叫郭学群，女的叫何丽美，是夫妻。死者叫刘真真，是郭学勤的情妇。有没有目击证人啊？有个在现场的女顾客晕倒，送医院了。就是还不能问口供了。是啊。Morning, sir。2个嫌犯呢已经带回警局了，但是一直都不肯说话，而所有的证物呢也已经送到警察局了。那是不是可以下班了？死者的手不是这样的。不是 ，Morning Sir， 我只是想申请，还是回去盘问那个嫌犯好了。你回答了我这个问题就可以走。死者大概在这个位置中刀，然后浮尸在这个位置。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他怎么可以推倒这里的货物？死者在中刀之后一定还发生过什么事，所以改变了他落地的位置。不过 Morning Sir， 我们都已经案件重演了20多次了，从昨天重演到 morning 了 ，Morning Sir， 你为什么还要留在这儿呢？因为在现场才可以找到更多的线索。但是我们抓到犯人了，说不定他们会认罪呢，对吧？如果他们肯认罪的话，早就认了。嫌犯开始的那几个钟头是最坚持的，你问什么也没有用。Morning Sir， 你说的对，问了一夜，他们俩也不吭声，只知道他老婆有精神病记录。你来的正好，换班。你演尸体，我学 Morning Sir。为什么不是我演 Morning Sir？ 好啊，你演我也好。你说这案子应该怎么查？我先学学你啊。通常呢，都会从那个情杀案查起的。那些风流的男人呢，经常都瞒着老婆出去鬼混的嘛。混着混着就闯出祸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不叫风流，叫下流。叶姐，是，刚查出来的初步报告。你惨了，你说中了 Morning Sir 最忌讳的那句男人去鬼混。我哪记得他老爸死了这么久？在现场找到的纸盒，证实了是那把凶刀的包装盒，是那个老婆买的，只有她的指纹。这很简单，也就是他老婆买刀杀人，他有神经病吧？可是不对啊，那把刀上有他们3个人的指纹。哇，这么奇怪，我当警察20年了也少见。在西郊的也有啊，我拍下来了2个凶手身上的血迹，2个人都染有女死者的血迹，看来血量是一样，很难辨认出来凶案发生的时候谁最接近死者。不好意思，不能帮你推测谁是凶手。这还用问？准是老婆杀死了情妇，女人最小气了。哇 ，Morning Sir， 你有发现啊？如果此案这么简单的话，那个男人为什么不指证那个女人？因为那男人有良心呢。良心？他有良心就会背着老婆出去搞女人了，有良心？
哎，良心能看出来，法证就不用做了。干嘛这么大的火呀？最近工作很忙吗？没汤水喝啊？这么大的人也不会照顾自己。喂，当妈的管教儿子不行吗？早点下班，我今天煮我最拿手的甜汤，枇杷蜜炖川贝给你喝。妈，我现在回办公室，有什么报告我再通知你们。乖了啊。嗯。没有口供，刀上有3个人的指纹，血液分析没有结论，破案关键就要靠目击证人。可是他还躺在医院呢。何 Sir， 这人主动来找我们，他坚持不肯在医院，要来这里。何 Sir， 就是这位小姐。我去收拾收拾，妨碍你。哎，不要收拾，凶案现场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乱动啊。我是重案组督察何天光。高山，每起凶杀案的头24小时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一醒了就马上赶过来了。高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放心，我没事。凶案发生的时候我在现场。跟我来。哎，不是，是这边。我昨天呢来买东西，经过这条通道，我看见那个死者跟一个男人在一起，搂搂抱抱，有说有笑。我想他们的感情一定很好。高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你的推测不必说，你只说你看见什么就行了。OK， 我没理他们，继续买东西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迎面有个女人气冲冲地冲过来，她眼中的怒火就像即将爆发的火山一样。你个人主观所描述的也不必再说出来，我只需要你说出你所看见的一切就行了。OK， 她差点撞着我，我就躲了躲。突然我发现我轮椅下有东西，原来是切肉刀的包装盒。跟着我也没理会，继续买东西。但是在我买东西的时候，我突然看见刀光一闪，有人举起一把刀。我马上去隔壁的通道一看，跟着你看见什么？我一转过去就看见那个死者扑过来，他死前的怨恨和无奈，连我这个陌生人都感受得到。我肯定他的心灵创伤比肉体更大。难怪我怎么演都不像啦。然后我就晕了，可是我的脑海里一直在想。OK， 你说他扑向你才倒在地上。你刚才说看见有人挥刀，那挥刀的人是谁？我是在这个空隙中看见的。你应该可以看见那个人。从我这个高度看你就明白了。那你就是不知道他是男是女了。我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看见他指甲上有指甲油。是女人。我说了是老婆杀情妇嘛。他跟那个男人是夫妻吗？是啊。情杀案。我早就这么说了。是啊。1、2、3，有轮椅我就当你5秒，在这5秒钟里一定发生了很多事。是啊，他们这么吵，谁先动手？你看不见也应该听见了吧？我当时在听 MP3， 其他的没听见。看不见也听不见。高小姐，谢谢你跟我们合作。哎，没什么要问的了，真的帮不了你们呢。喂，你干什么？你别推我啊！住手！谢谢你啊！喂，我晕过去之前真的看见了。你看见什么了？那些货物全都掉下来了，我看见那对男女搂着，就像在灿烂的烟花之下，一对热恋的情人，就算面对末世纪的最后一刻，也不能把他们分开。说实话，真的很 romantic。现在有人死了，有人被拘捕，你说是 romantic？ 你这么有幻想力，不当作家真是太可惜了。我本来就是作家啊。你不会是写那些侦探小说的作家吧？哎，就是那种啊。难怪你这么有想象力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一个证人是不需要这些的。不过我所说的口供全都是事实啊，我只不过用我主观的看法给你描述一遍嘛。我就当你没编故事。不过你的主观看法还有没必要的推测，会直接影响整件事的真确性。我说你没想象力，这么死板，怎么查案才是真的？我要说的话就这么多，你信不信你自己决定。莫里斯，那我们就落案起诉他老婆了。我。你刚才说看见有人挥刀，那挥刀的人是谁？我看见他的指甲上有指甲油。是女人。指甲上涂了什么颜色的指甲油？指甲上涂了什么颜色的指甲油啊？是绿色，情妇涂的是绿色。他老婆是红色。也就是说，举刀的不是老婆，是情妇。
难道是自杀？你的？男人的袖子扣，怎么会在这儿的？不是我的。你想到什么？还说搞好警民关系。有目击证人看见女死者，也就是你的情妇，在案发的时候袭击过你老婆，是不是？你为了抢那把刀，和女死者发生过纠缠，揪掉了袖子扣，而袖子扣就划破了女死者的手。你杀完人以后，你老婆很害怕，扑过来搂着你，你衣服上的血印就印在了她的衣服上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你出了事，你老婆还这么支持你，可是你杀了人就不肯承认，因为那把刀是她买的，她的嫌疑最大，你想让她顶罪。她有精神病，你想可以拿来做辩护的理由，你就哄她替你认罪，是不是？你以为没有目击证人，你以为不吭声就可以脱罪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老婆不指证你，你还想害她，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你老婆这么爱你，对你这么好，你还出去搞女人，你知不知道你老婆多伤心啊，败类！我真没想过要杀他，我真没想过，这是意外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，Morning Sir， 承认了，录口供。没错，何 Sir， 嗨，等了你很久了。好像没约你吧？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看你的样子好像破案了。这还用说？我们 Morning Sir 绰号神探 Morning。 Morning Sir。对呀，你叫何天光。Morning， 天光。案子怎么样啊？这方面我没有必要跟你说。再见。你不说我就猜不到了吗？当然是那个老公干的，情况应该是这样。老婆知道了她老公跟那个情妇一起，非常愤怒，就买了一把刀去砍那个情妇。当她怒气冲冲冲进去的时候，就在我身边扔掉那个刀盒。她走到隔壁那条通道，看见她老公和情妇在一起，她当然忍不住就举刀砍向那个情妇，谁知道没砍中，他们两个就纠缠起来。在纠缠之间，那个情妇抢走了那把刀要砍那个老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就在这个位置看见了那个情妇的手举刀砍人。在最危急的关头，那个老公就想抢走情妇的刀，于是不幸的事就发生了。那个老公不小心刺中了那个情妇，那个情妇揪着那个老公的手，还扯掉了袖子扣。那个情妇终于没有力气撞向了我，那颗纽扣也就掉在我的车上。最后我也被货物撞晕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对夫妇紧紧地搂着对方，你可以感受到当时两个人的爱终于迸发出真诚。作家就是作家，有头有尾，真会编故事。什么编呢？你要告那个男人误杀，也就是说我说对了。不错，我们的确是告那个男人误杀。 Yes， 这个案子用来写小说也不错。你的笔锋挺男性化的。我不是那些鸳鸯蝴蝶派，我写的是实况侦探小说，强劲有力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你的侦探头脑的确不错。要不是你提醒我，我也不知道那个女死者曾经举过刀，他们夫妻俩曾经搂在一起。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其实这个案子很简单，只不过那个老公最后有情有义，出手救了他老婆，所以死的是情妇。真爱通常是在最危急的关头验证出来的。你真是很荒谬。现在是那个男人差点害死他老婆，你还说他有情有义，你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啊？你刚才还夸我有侦探头脑呢。是我说错，夸错了。不过我想提醒你一句，你这么想很容易被男人骗的。哼。儿子啊，又是糖醋排骨、冬菜蒸龙利鱼啊，好吃。妈虽然说喜欢吃，可你也不用每顿都做吧？吃腻了，换个人做，你做。我才不怕呢。吃饭。我听志高说，你差点打了那个犯人。你遇上这种男人呢，就这么大的反应。你爸的案子也完结了这么久了。你让我放下，就会说别人，不会说自己。又扯到我头上了。那可不是嘛！你又漂亮又本事，也不出去找个伴儿。我也想找个伴儿啊，我想找个儿媳妇儿，还想抱我孙子。求求你了！求求你才对，一天到晚老缠着我，就像影子一样。你抛弃我，出去找一个女朋友，给我一点新鲜空气。除了今天，就2个菜呀，不够他们吃的。
他们。毛先生，别瞪着我们啊！要不是月姐要挟我们啊，我们也不会来打扰你的。请进来吧。哎，进。我们买了菜了啊。妈，怎么了？一组人开开心，高高兴兴的不好吗？你要多交际交际。你老爸死以前呢，这点比你强得多呢。别拿我跟他比。对不起啊。我接受。哇，哎，这部超级唱机还在呢。嘿，真是老牌古董了。音质啊，现在的西机真没法跟它比啊。所以说呢，老的真是好东西啊，你要珍惜啊，知不知道？喂，我已经非常珍惜你了。那这些旧唱片呢？可能你没见过吧？哎，我看见了，这张唱片啊，是大河他买来哄月姐欢心的。嘿，大河啊，哄女孩子真有一手啊！就像月姐这么高素质的女人，她谁也不选，为什么要选大河呢？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月姐，到底大和尚呢用什么高招追到你的？喂，教我几招去讨女孩的欢心，好不好？这么久了，哪还记得呢？我记得，月姐选大河呢，就是喜欢他憨厚，保证不会出去鬼混。哇，这招很难学啊。当然了，哪有猫看见鱼不吃的？这唱机坏了，是用来装饰的。看电视吧。儿子，反正唱机坏了，那这样吧，你给我买一部 CD 机，我改听 CD。好啊。哇，真是多丢人呐！她老公啊去嫖妓呀，还死在妓女的床上，真丢人现眼呐！是吗？真是丢人呐！轰动一时的断肢案，变态杀人犯贺正南今天在一起囚车翻车意外中趁机逃脱。据可靠消息报道，一名姓何的便衣探员因为失职大意，解开了他的手铐，才会让他有机会逃脱。早，阿山。早，阿山，你老板呢？在里面呢。所有的信都是给你的，希望不是账单，一样那么急。你看看，邮箱啊全都满了，都是找你的。邮箱全都让你的读者占满了，赫尔曼，全都等着看你的下一本小说。哎，我们上次谈的题材，我找到资料了。20年前的案子，这么快找到这么多资料？因为这个案子真的很曲折，很吸引。当年贺正南被控告杀了他的女朋友，把他的脚砍下来，跟着就放在一个礼盒里。法官判他有罪，居然让他逃脱了，从此人间蒸发，不知所踪。这20多年来有很多案子，为什么要选这起？因为有争议性啊。当年现场没有目击证人，贺正南一直都不认罪，最后只是靠科学见证来把他入罪。照你这么说，你认为他是无辜的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是这么想。假如凶手真的不是他的话，那他就这么一走了之，岂不是沉冤莫白？也许他认为自己没机会洗冤，才会这么做的。这个题材最吸引的就是这一点。到底贺正南的心态怎么样？如果我用他的观点来写这本小说，那一定很有趣。这样的处理方法很好，有卖点。那我当你答应了哦。我有个记者朋友，他采访港文20多年，贺正南的案子他有很多资料，我叫他帮帮你。赫尔曼，你真的帮了我很多。嘿，举手之劳嘛。表姐，哇，今天哪家大减价买这么多货？那以后没时间了，我放假放到今天啊，明天呢我就要调到新的部门了，所以我要努力，全力，拼命。你看看你的打工而已，要不要这么拼命啊？表姐，你不明白啊，我的新上司啊可厉害了。哦，是那种很凶，不顾下属死活，不让下属休息的那种吧？哎，那你也不要误会啊，我的意思是说他很精明、能干、很英勇的那种啊。跟着他呢，我一定能学到很多东西，所以我也要处处打起精神。喂，时间。那，别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你这么喊，他怎么会不跑啊？你被包围了，投降吧！八婆，警匪片看多了，
哎呦！哎！我不是警匪片看多了，我根本就是警察。说，你是不是屡犯？有没有人操控啊？快说，谁是你老大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表姐，表姐，什么事啊？是不是要回警察局录口供？又是他！表姐，你认识他？你也认识他吗？何 Sir， 怎么样？探员李世清本来明天上班，今天提前向何 Sir 报道。行了，何 Sir，马上封锁后巷和外面大街，还有这座大厦，我进行地毯式的搜索，立刻给所有的商户住户录口供，尽快 ，Go now！ Yes sir。谁发现的凶案现场？是我。又是你！现在有哪个案子不是你目击的？我们刚才追扒手看见那个盒子的，不过应该和那个扒手无关，他不会那么笨，带人来自己弃尸的现场。你说会不会是贺正南呢？手法很相似啊。我要的是证人的口供，不是作家的推测。魏峰，录份口供。我们去那边录口供。放手。根据断脚肌肉血管分析，遇害的人是在死亡之后，他的脚才被砍下来的。而法证也查出，死者脚趾上的指甲油跟1984年的一宗凶案，凶手用的指甲油是同牌子和同颜色，所以我们有可能相信这2起案子的凶手是同一个人，也就是当年逃脱的犯人贺正南。你还有什么看法？84年的死者是贺正南的女朋友，我们有可能相信今天的这个死者也是他的女朋友。那也就是情杀案，好极了，还不去查案 ？Yes sir。天光，提醒你一句，我知道你能破案，不过你老爸当年闯的祸是警界的一大丑事，你能替他补过当然好了。不过你要记住，你千万不要像你爸那么大意。Yes sir。倒霉呀！怎么会遇上这么恐怖的事呢？我说应该是走运呢。我正想用这个案子做下一本小说的题材。哎，魏表姐，那你这本小说岂不是很精彩？喂，你也是啊。那我不反对你当警察呀，不过你真的要处处小心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哎，不行了，我明天去给你们求个平安符了。谢谢姨妈。喂，阿詹，经文报的那个案子，是表姐啊。是和2年前的贺正南有关。你们2个很上进啊。Objection！ 你这么称赞我们，不觉得肉麻吗？高大壮。干什么？我们换了天线啊！日本台呢？不是啊，是意大利文呢。高明，你又搞什么呀？它是超强力接收器，它可以将大气电波的频率增强几10倍，那全世界的电视台就都有可能收到了。全世界有没有这么厉害呀，爱迪生？是啊，根据大气电波的理论，无论任何电波、频率、电视机和手提电话，只要它在适当的条件之下，都可以收到讯息。好棒啊！好，乖儿子，让老爸看看新闻行不行啊？没问题。预测晚上会有狂风暴雨，谢谢大家收看。哇！哎呀，你惨了，你惨了！哎呀！
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原来没下班。哇，存了这么多资料。这些资料我从警校存到现在，我真想亲手逮捕贺正南。不过没用，他再出来杀人，我也没他快。一定是他干的吗？不会是别人啊？我也希望不是他，可是杀人的手法一模一样。要不是20年前的这一天，贺正南已经在坐牢，怎么还会出来杀人呢？我就是不想你因为那个坏蛋的问题，把压力加在自己的身上。妈，爸办事马虎，可是我不会像他那样，我亲手抓到这个贺正南，我不会让人看扁的。傻小子，这么多年来，人家爱说的不是因为他失职的事，而是他死的不光彩。这件事，就算你再尽力的去做，20年后、40年后也无法补救。对不起，月姐。干嘛说对不起？做错的又不是你，我说的是事实。我知道我怎么劝你，你也不会听的。不过你答应我，不要太辛苦了，喝了我的甜汤就睡吧。累病了，怎么给我娶儿媳妇儿？还玩啊？已经玩到过时了。哎呀，话还没说完呢，一定是你妈打给他。喂，先对好口供啊，说我们塞车。喂，老婆，嘿嘿，塞车啊！哎呀，抢东西啊！抢东西！这还得了？就这样了。爸爸，站住！别跑！警察，开车了！哎呀，不许躲！不许躲！把刀子放下！你好厉害哦！哎，这还不算啊！你没见过爸爸抓贼吧？爸的工作是很重要的，专抓坏人，维护社会良好的治安。我长大以后要像爸爸这么棒，抓那些坏人。嘿嘿嘿嘿，好儿子。儿子，出来帮帮忙。哦。哇，好变态啊！真变态！晚上下班啊，真要小心一点啊！这个凶手真变态啊！Herman，哎，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没多久。我看你看得这么入神，不敢骚扰你。你好像很不开心呢。这个人死得这么惨，是人看见就不开心。我真不明白那个人怎么可以这么做。我觉得好像是注定的。我决定了写贺正南，就让我遇上了和当年一模一样的案子。我觉得老天爷好像在帮我，所以我决定一定要写好这本书。对了，Herman，你不是要给我资料吗？哦，本来是有的，不过我那个记者朋友半年前已经移民了，不好意思，帮不了你。不要紧的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哎，很香啊！我先出去看看。披萨到。哇，好香啊！好像你闻到香味了。这是你最爱吃的海鲜披萨。我约了人了，难得见着科的人肯应酬我。哦，那我不耽误你了。不过呢，你快点写好那本小说，你的书迷啊常常打电话来问你什么时候出书。是吗？拜拜，拜拜。怎么又是许先生付钱？当然不是了。
今天许先生心情不好，我付钱。Kevin 啊，上次真是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帮忙啊，这本书一定写不成。哎，哪里的话，可以跟你聊天，不知道多开心呢。你几位啊？我找人。哦，请便。你们上次这么粗心，电话也忘了拿。他约了女孩子就这样子，你在这等我吧。嗯。不吃饭，看电影吧。Kevin。Moon。不好意思，你的电话落在办公室了，它不停地响，我怕有急事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失陪了。哦。Hello。嗨，你是高小姐吧？是啊。你打电话来，多数是我接的。哦。我叫张月平，大家都叫我月姐。月姐你好，请坐，请坐。你好。我看过你的书，不只看你的故事，还看你怎么写我们这一行，写的真的很好。不说啊，还以为是我们行家呢。这全靠 Kevin 呢。不过有时候 Kevin 呢也不是很有空的。如果你有需要，你不介意的话，可以打电话问我，简单的我都能回答你。真的，你真是个大好人，谢谢你。哪儿的话？对了，现在写什么书啊？哦，在写一个逃犯的故事。那这2天报纸登的那个贺正南。哦，那开埠以来第1起纯以科学见证判罪的案子。是啊。我觉得最戏剧性的就是他是在判罪之后逃脱的。报纸上说呢，当日他是被一个失职警察放走的，但是另一个说法就是这个警察是同情贺正南，所以放了他。光是这一点呢，我就觉得已经很悬疑、很曲折，很感兴趣。月姐，你呢？有没有听见行内人怎么说这件事啊？没有。怎么会呢？这件事很轰动啊！难道月姐你20年前还没入行啊？入了。那你一定听过别人怎么说啊？到底那个犯人是不是那个警察放走的？不关你事。来，我给你介绍，我儿子何天光。哦，认识了。这么巧啊，何 Sir？ 认识吗？不叫认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儿子就是这么直。走。哎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有你就直说。你喜欢写啊，就写那个歹徒，干什么要写警察？有什么问题啊？没问题。你要搜集资料出书吗？哗众取宠。你要赚大钱出名吗？通通没问题。不过我提醒你一句，你不要再烦我妈，我妈不会帮你写那些垃圾书的，清不清楚？走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改天再聊啊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不知道什么事吗？哎，他爸爸就是当年让贺正南逃跑的警察何大河。20年前的断脚案是一宗情杀案，也就是说，今天这起案子女死者的男朋友有可能就是贺正南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出女死者的身份资料，我们才可以把贺正南找出来，明不明白？明白。84年的女死者大脚趾有茧子，而且脚趾也有断甲。当年的女死者是跳芭蕾舞的，马上找齐全香港跳芭蕾舞学校的资料，看看有没有人突然之间没上学，或者几天没上学，马上行动。好，化验有结果了，有个几天没去上课的芭蕾舞教师，他的 DNA 跟死者吻合。到处搜搜。Yes sir。先吐，你要吐就快去吐。站住！分头追！警察，站住！
别打了，他不是凶手啊！你说他20年前是几岁？把他带回去。查过那小子了，他的确呢是死者的男朋友，不过呢就跟3宗盗窃案有关。10天前呢逃到了深圳，入境处的记录呢证明了他没有撒谎，而法政科的报告也说呢，在尸体上面找到的头发、指甲里面的皮肤组织 DNA 呢跟他完全不合。哎，又白干了。女死者4天前死的。 这小子10天前就不在香港，对呀，他真的不是凶手啊！你怎么这么笨呢？一看他就知道不是了。贺正南这么年轻吗？喂，你还是乌龟呢！我们抓到人你才爬上来。喂，这位女同事没来的时候，你跟大叔不是这么说话的。你干什么你啊？你们2个干什么这么大火啊？当然火大了，辛苦了这么多天不上火。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大家来一次重组案情啊！又重组。现在那小子呢，就肯承认跟那个女死者是男女朋友的关系，可是，在女死者死之前那天。 有邻居听见他家里有争吵的声音。可是那小子10天前就不在香港了，也就是他家里有男人，有可能就是贺正南。哦，贺正南上次杀人也是因为男女之间的争风吃醋吗？莫宁死说的对，真的是情杀案呢。但是在那间房子里找不到任何的指纹。是啊，法政科也只是找到一些头发。那只可以证明一件事。 贺正南是个高智慧的杀人犯。我当然是高智慧了，不然的话，警方20年前就已将我绳之于法了。一看你的模样就知道你40多岁了。你说，你以前是心理学系的研究生，你现在在想什么？你现在要做什么？哼，可惜，当日抓我送我上法庭的大河不在了。我看他是个好人，就什么事都跟他说了。 如果老天爷真有奇迹的话，他就跟他儿子小何说句实话，到时候他们父子俩就可以一起来抓我了，将我绳之于法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太投入了，小何，不好意思，你不介意吧？喂，你去那边给我拿个杯面，我饿了，我去个厕所。喂，会演戏啊？我刚才有没有带你入戏？有。表姐，你也这么晚？是啊，赫本送我回来的，我们出版社的老板。何 Sir， 你进去坐坐吧，我姨妈煮的咖啡啊，太棒了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你也早点休息吧，明天是早班。Yes Sir。哇，你每天才睡几个钟头，还有那么多事要做，你调了部门以后辛苦多了。是啊，跟我这个组的人很辛苦。何 Sir， 你会不会有点太敏感了？我只是不想让想象力丰富的人有误会。 我不是想查你爸爸，我只是想多了解一些，方便我构思这本书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写书还是揭秘？你写的是什么书？惊人四溢的书啊！我只是想做资料搜集。我上次也说过了，我是写实况小说的嘛，所以才需要找些旧新闻。你还狡辩？你为了出名，什么都干得出来。你想把我爸的丑事传出去，是自己出名吗？你比犯人还无赖！ 这个人是他爸爸，难怪他不开心呢。他真的是误会了，我根本不是想写他爸爸，我只是想写贺正南。表姐啊，你换个题材吧。当然不行了，我已经计划好了，我决定用第1人称来写贺正南，我已经投入了。后来我终于想通了，他为什么一直不肯认罪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根本没杀人啊。我直觉觉得
他是无辜的。表姐啊，你以为真是编故事那么编吗？我就知道你不会相信我，但是我一定会找到资料支持我这个想法。你们俩回家再说吧，很晚了，早点休息。你好，我是你的书迷，很高兴看见你。听说你在写贺正南的故事，你会支持我吗？当然，我是侦探小说迷，也是见证迷，是吗？我一直认为1984年贺正南案凶案现场有第三者，为什么呢？英文台电视节目也提到，20年前的见证技术有限，当时案件侦破率没有100%。那你是不是认为贺正南无辜呢？很可能，因为我在网上找到很多无辜案例，给你看看。这么专业。我不是想查你爸爸。你为了出名什么都干得出来，你想把我爸的丑事传出去，使自己出名吗？你比犯人还无赖！大河，何大人，冷静点！大河，大河！啊！多丢人呐！哎呀，她老公去嫖妓，还死在妓女的床上啊，真是丢人现眼呐！可不是嘛，这种事情都会有的。哎呦，真丢人呢！喂，怎么会接得通呢？你是谁啊？我问你是谁哦，我是谁？每個動作早已預告，再也活不出變數。明明就有一個命途沒法逃，如你沒法天倒地老，當我自己的劫數。拍過合照想要尋回，尋不到，怎去逆轉這結果？黑暗之中發現自己一個。